怎么是你啊？十四郎莫非是割舍不了在下，一路追着来的？想太多。哎，你怎么没说你是要来幽州谈生意的？你也没问啊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有一些私事。来都督府处理私事，看来十四郎果然非富即贵。瞎说什么呢？我初来乍到，出来转一转不行啊？我这就要回客栈了。巧了，我也要回住所，那便同行一段吧。阿准，保重。后会有期。请。请。看来我与十四郎缘分匪浅，不得不再同行一段了。那还真巧啊！来，扇子，看一看吧。十四郎住在此地，阿准也住在这儿。十四郎不回房吗？你先回。你该不会以为我们还会住同一间房吧？特勤回来了啊。特勤，何事这么开心啊？有吗？有啊，咱特勤呐，可是难得一笑的人。师傅，你字写的真好看。师傅，你在写什么啊？活命之法。活命之法。哦，武功秘籍。也可以这么理解。就看李苑他敢不敢吃下。师傅，这是什么？皇太子玺。皇太子之玺。就是他。师傅，你这是……从现在起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阿娘，你在天上还好吗？长歌好想你。明日长歌就要去做件大事，事成失败尚未可知，但长歌别无他法，连魏家也转投了李世民。长歌无人可依，唯有兵行险招。太子之玺本就是阿耶之物，长歌希望借他联合阿耶旧部，以报东宫上下大仇。不过若是阿娘您还在，定又要责备我冲动鲁莽了吧？您放心，
长歌会好好看护太子之喜，定不让他落入奸人之手。看你背影如此落寞，怎么，有心事啊？没想心事，赏月而已。是吗？还以为你是因今日没能进都督府而伤神呢。阿准说笑了，我真的只是路过而已。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，哪敢高攀都督府的高枝啊？无名小卒，我可记得你我初见之时，你是那般的意气风发，当真只是无名小卒？阿准，你习惯了不相信人，对吧？才艺估计一个人很累，以后我不问你来路，你也不问我过往，可好？不好。那就没什么好聊的了。脾气还挺倔嘛。你若不想说，那我便不问。伤好点了吗？一个大男人受点伤，没什么。大男人，男人，你说我们两个男人在这里看月亮，不别扭吗？月亮本身就是团圆的象征，在异乡时看着月亮，便会想到自己的家乡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中原的月亮有什么好？草原的夜色才算美。你去过草原？行商路过而已。也是，像阿准这样的商人，定是去过很多地方，看过很多景色。那也瞧不上这幽州的夜色了。真想去草原看看，那里的夜空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美丽？你想去草原？我大概不会有这机会了。对了，阿准在幽州做什么生意？难做吗？成不成，要看天命。我不信天，我只信事在人为。真没想到像阿准这样的人，竟还会信命。事在人为，有意思。14郎说的对，是我失言了。不过阿准作为一个商人，竟会对刀枪骑射感兴趣，身手还这么矫健，不知师从何人啊？自己学的。我从小便没了父母，苦练这些本领，都只是为了活下去。阿准还是很有天赋，不像我，师从。如果累了，就歇息一会儿吧。不，我可以。腰挺直。起来，再练。长歌自私无以为报，既然这把短刀是永宁亲自迎来的，自当是要送给师父。萧永宁终究是长大了。我早晚要用这把刀，手刃夺取我阿娘性命的凶手。
看完了就物归原主吧。好生小气。你这口气还真是像个女孩家。不看，没意思。你该多吃点肉，太瘦了。要你管。师傅，你怎么还不……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继续。今晚多谢十四郎相陪。师傅，那个卖货的怎么也在啊？别多管闲事，快去睡觉。十四郎，其实草原的夜色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。阿斗，这次登门，我不知是否能顺利回来。若是傍晚我还未归，你就带上太子之喜，叫阿准带你离开。那个卖货的，为何是他？不知道，就觉得他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可是这是失令。这回总不会再撞见你了吧？长安方面可有什么消息？请都督放心，无论如何，军扩定会护都督周全。报，都督，外面来了个人，自称是都督的故人，欲求见都督，并让我将这个呈给都督。都督，何事如此惊慌？东宫的人。什么？作为太子旧部，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。哼，东宫生变，我等早已归顺朝廷，岂容你在这儿撒野？东宫的余孽，我劝你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。我是来见庐江王的。庐江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我是来给庐江王指一条明路的。哦，那你倒是先说来给我听听。
幽州已是弃子，岌岌可危。庐江王不带兵讨逆，难道要坐以待毙不成？简直是一派胡言！等等，都督小心，这个人可能是朝廷派来的探子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王爷如此紧张，定是在筹备违逆朝廷之事，对吗？既然被你猜到了，那我只好送你上路了。王爷既有此心，永宁死而无憾。永宁，你是小永宁？苍天有眼，你可以逃过此劫。我只恨不能身在长安，与太子殿下共同御敌，如今一人苟活于世。永宁，你可以逢凶化吉，太子殿下在天之灵也可告慰了。堂叔，从此世间再无永宁，还我长歌便好。属下罪该万死。王将军无妨，起身吧。早就听闻王将军机警骁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一员虎将。永宁，你不要怕，太子殿下虽然已经罹难，但堂叔定会护你周全。明日我便派人送你去一个。我此次前来不是为了寻求庇护，而是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哦。